你比他们的伤轻多了。弟兄们，委员长来电，命令我们撤出阵地。撤？为什么呀？我们坚守了10天，已经完成了阻击任务。完成了也不撤！为了守住阵地，这么多弟兄都丢在这儿了，不能排除跟规则。谁爱撤谁撤，我要和我的弟兄们在一起。对！弟兄们！弟兄们，你们知道吗？36师1万多弟兄，拼的就剩不到800人了。我们总该给36师留点火种吧。留得青山在，现在我命令第180师独立39旅镇守黄川城。是。独立26旅布防到城东七里岗阻击日军。是。38师113旅至七里岗以东的春和集阻击日军。是。还有38师的主力部队布防到城西20里铺，防止日军迂回。是。我的军部
就设于城西任大庄。快点，阿杜，快点！来！把你们旅的预备队拉上去，必须把阵地夺回来。这儿，还有这儿，一定要加强兵力。我知道你们伤亡很大，加强防御，但七里岗不能丢。七里岗一旦失守，鬼子就逼到黄川城下了。好。我找26旅旅长张宗恒。你在哪里？我是张自忠。报告学长，张旅长亲自带着特务连上去了。好，我知道了。报告局长，有一股日军骑兵正向我军部出来。混蛋！小鬼子还翻天了！手枪营，跟我来！是。撤吧，赶紧把军部向南移。如果我们撤了，39旅就连退路也没了。可是，现在咱们保卫军部的就只有一个手枪营了。谁说手枪就不能杀鬼子？跟我来！是。弟兄们，杀鬼子！怎么样？你怎么又上来了？这里太危险！来人呐！少废话，城里头安全啊！给我打！是。给我打！遵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命令，张自忠率第59军将士在黄川孤军奋战，坚守了12个昼夜，歼敌3000余人，
自身伤亡4000余人，为后续部队的集结赢得了时间。長官殿、町尻少将から速やかにこちらの遺体を処理せよとのご伝言です。何かあったのか。成彦親王が視察に来られると。ここで信軍の頑強な抵抗に遭うとは思えない。どこか近くの村などで直接処分せよ。はい。始めよ。はい。気をつけ。10月2日，日军第106师团根据冈村宁次的命令，在师团长松浦纯六郎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趾高气扬地孤军深入到了万家岭地区，企图切断南浔路与武宁路中国守军之间的联系。司令官殿、航空偵察機からの情報により、私の判断が完全に実証されました。信濃軍はすでに西に移動しており、隙間があるのが発見されました。ここを抜けて敵を分断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それはいい、岡村。戦機を見つけ、それをしっかり捉えるのは戦略家としては極めて重要だ。この隙間に沿って攻め込んでいけば、合わせて一挙に宇関門防衛線を撃破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すぐに行動に移せ。岡村、成功を祈る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松浦純六郎師団長はすでに第106師団を率いて白雲山区に入っております。しかもこの一切の動きは、信濃軍は上から下まで誰も気づいておりません。よし。まだ軍と連絡は取れないのか。まだ連絡取れません。地図を。はい。今我々はどこにいる？わかりません。道に迷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バカモン！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師団長殿。この地図は1927年制作であまりに古すぎます。正確ではありません。方向も方位も地形も道路や建物も。ということは1927年頃、武漢にいる日本のスパイの方がお前らよりもずっとマシだったわけだ。この大バカ者が！お前はすぐに偵察に行き、この位置を確定せよ。はい。気をつけろ。警戒しろ。警戒態勢を取れ。早く！師団長殿、前方に信濃警備軍を発見しました。叩き潰すのだ。突撃！行け！行け！经侦查确认，日军一部已进入白云山地区。10月2日，日军先头部队在接近万家岭地区时，
与我警戒部队接触，并展开激战。我部接报后，火速派59师向万家岭、毕集街一带迎敌。无奈当面之敌兵势强大，我方阵地多处被突破，唯有边打边撤，节节抗击，恳请增援。白云山、万家岭，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还想跟我玩金泽师团那一套。不过我倒真佩服他。白云山地区的确是我军布防的一个漏洞，这个位置恰好是我军南浔路和武宁路之间的一个间隙。司令，司令，黄伟将军派人送来一份情报，第18军在公路上抓到一个骑摩托车的鬼子军官，从他的公文包里搜到一份日军作战计划，上面明确载明着冈村宁次派106师团向我白云山地区穿插的意图和战术部署。一定是他。日军的穿插部队106师团，孤军深入，简直是找死！命令：第66军、第74军、第187师、第139师一个旅、第91师、新编第13师、新编第15师一个旅、第142师、第60师、预备第6师、第19师第4军，四面合围，全力出击，一定要吃掉106师团。命令立即下达。是。另将此作战部署上报第9战区和军委会。是。我是力主打，集中优势兵力，一举端掉106师团。没错，对，千载难逢的良机，进了嘴的肥肉，吃。没错，说得好，就得这么干，就这样，像不像？委员长，请您下命令吧。跟我接续布林。布林吗？是。我是蒋中正。军事委员会完全同意你围歼第106师团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对于兵力、弹药、给养，军委会予以完全的支持。是，谢谢委员长支持。第1兵团誓将106师团消灭在万家岭地区。在武汉，并不缺战略预备队。第1兵团调兵遣将，紧急部署。从德兴路、南浔路、瑞武路3个方向，调遣15个师星夜驰援，火速集结。欧震第4军正面迎敌。バロン、なぜ交代するんだ？進行だ。進行するように伝えよ。はい。報告。田中隊長からの電報です。第113連隊は長古山で敵対軍の攻撃に遭遇しております。報告。師団長殿。小銀山寺信濃援軍145連隊が猛攻撃を受けています。報告。飯野連隊長からの報告です。123連隊は万木寮で信濃軍の攻撃を受けました。第147連隊は矢戸で多数の信濃軍の攻撃を受けております。バカモンが。師団長殿、我々はどうやら信濃軍に完全に包囲されたようです。皇族軍はそう簡単に増援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ら、奴らは我々を包囲して殲滅することが狙いであります。ではどうしろというんだ？残された唯一の方法は岡村司令官に頼んで応援の部隊を出してもらうことです。さもなければ我々は信濃軍に一挙に殲滅させられます。直ちに岡村司令官に打電し、
増援を求めよう。はい。司令官殿、ただいま松浦純六郎師団長からの電報が届きました。106師団は万華領地区で大量の信軍に包囲されたとのことで、増援を要請しております。松浦師団長は冗談でも言っているのか？信軍は我が第11軍と第2軍の攻撃により、すでに散々な目に遭っており、対応で精一杯のはず。どこにそんなたくさんの軍隊がいるというのだ。はは。松浦は実に役立たずだ。信の小さな部隊が騒いだだけですっかりおじけづいてしまっている。はっ！106師団は本当に我々の面汚しだ。万華領地区には砲火だらけ、至る所戦闘が続いている。松浦師団長の判断が確かだ。万華領地区には信軍隊の主力が確かにある。どうして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んだ。ずる賢い信人め、罠を作っていたのだな。間違いない。増浦純六郎師団長は愚かにも106師団を率いてその罠に入っていってしまったのだ。直ちに増浦師団長に打電。106師団は北へ撤退し、Gブロの第27師団と合流せよ。本間正治に命じて兵を派遣し、106師団の右翼を警戒しつつ106師団を支援せよ。はっ。原来啊，我党的6届五中全会是1934年在瑞金吧？是啊。距这次6届6中全会又是4年了。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呀。是啊，我们在陕北高原站住了脚，参加了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战争。武汉会战已接近尾声，抗日战争将进入相持阶段。在这个关键时刻，要防止统一战线内部发生分裂，要全面地坚持抗日战争。我们要统一思想，把防止国民党妥协投降当成全国抗战的重要任务。看来呀，你的任务是回复武汉，递交这封信，并面陈中共最新的抗日主张。辛苦你了。还有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个会议精神呢，向他们详细说明啊。放心吧，主席。朱老总啊，为了表示我党坚持抗战的决心，朱老总，你和恩来一起到武汉，与蒋介石商议军事的配合。我和恩来明天就走，放心，我们一定按照咱们既定的方针去办。好啊。武汉会战期间，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奋战于白山黑水间，牵制了日本关东军，对华北、华中的抗战局势起到了战略配合作用。杨靖宇率领的抗联第1路军正坚持长白山区抗日游击战争，周保中率领的抗联第2路军正在松花江下游地区打击日伪军。北满抗联第3、第6、第9、第11军远征海伦。同一时期，8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游击支队广泛的游击战争，更是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截止1938年10月，8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601次，歼敌54000余人，收复了大片国土，
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同时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皖苏等多块抗日根据地，牵制了30万日军，使得华北日军难以调兵协助华中军，迟滞了华中日军进攻武汉的行动，支援了武汉战场友军作战。中共6届六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议重申，全党应该把主要工作放到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八路军已发展到15万6千人，新四军也有2万5千人。好啊！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的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条件。好，太好了！几个问题还要研究一下。建英同志，你把撤退的事情讲一讲吧。好，同志们，9月25日，我们接到中央书记处关于武汉失守前工作布置问题的电报后，26日，我们即回电中央，八路军办事处将全部乘船离开。27日已经全部撤离完毕，昨天到达了长沙，现在由我负责善后工作。直官等人带着电台已经到达重庆。好。另外，新华日报从武汉一撤出，重庆就要立即出报，1天都不能停，这一点要万无一失。董老已经做了安排了。这一点很重要。毛主席很赞同董必武说的一句话：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嘴巴。保卫大武汉就是我们新华日报先喊出去的。继续抗战，我们一定要在重庆叫响。好！第一兵团各部已经将敌军的106师团包围在万家岭地区。松浦纯六郎现在是左突右冲，但始终没办法突破我方阵地。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歼灭106师团已经不成问题。报告委员长，周恩来先生来了。快请他进来吧。是。委员长，我还是回避一下。你是政治部部长，他是副部长，正好一起谈谈。委员长，来啊，回来了。陈部长好。你好，来坐下谈吧。好。恩来，可以讲你这趟回来很及时啊。保卫大武汉离不开你们政治部啊。委员长言重了，不过会议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同志让我赶回武汉，共产党人要在保卫大武汉中尽责到底。昨天的《新华日报》就是这个题目。延安非常关心武汉的战况，几乎每一天都要向党内通报。哦，对了，临行前，毛泽东同志让我带封信给委员长。请转告毛泽东先生，我们非常感谢他。正如毛泽东在信上所讲，这次保卫大武汉，各个党派团体紧密团结，竭尽全力，应该讲是我们民族空前团结的最好时期呀。好，讲。毛先生的身体怎么样啊？听说得了关节炎。正在治疗。是因为驻窑洞的原因吗？是啊，因为要经常躲避日本的飞机。日军的飞机也会去轰炸延安吗？是的。
啊，委员长，武汉外围，九宫山、幕府山、庐山、大别山都打响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啊。委员长，您下决心吧。我下什么决心啊？撤离武汉。子修啊，去告诉我们，前方的将士就要双十节了，应该先好好的庆祝一下我们的国庆日。10月5日至6日，第74军在长岭、贝溪街、张谷山、狮子岩等处与日军第106师团激战。第51师向日军106师团占据的张谷山主阵地发起进攻，战斗进入相持阶段。来，喂，技能灯，快，是，喂，马上转达，师座，打不通。去把305团团长叫过来。是。战他们！报告！唐生海、张谷山正面一再受阻，我命令你带领一个小分队绕到后面去，能不能成功，就看你的了。请您放心。停！蹲下！注意隐蔽！上！就是这儿了，弟兄们，给我上！小心！抓紧了！
线给我出击！是。岡村、もう躊躇してはいかん。直ちに体制を組織して106師団への救援を進めよう。帝国の軍隊がシダで全滅するのを指を加えて見てるわけにはいかん。もしそ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ら大日本帝国全体の大いなる屈辱だ。こちらはすでに南京で200名の連隊長以下の将校を集めた。現在飛行機でマンカレー地区に向かっている。将校たちを空から我が軍陣地に降下させ106師団の指揮を取らせる。小鬼子轰头了！这小鬼子还敢空中支援！命令各部对空射击！是。弟兄们，为消灭日军106师团，奋勇向前！敬礼！主力部队紧随其后。10月9日19时，对第106师团最后据守的建鲁苏、万家岭、田部苏、雷鸣鼓流、杨家山等阵地发起全线攻击。经一夜血战，日军第106师团防御阵地全线崩溃。举起来，举高一点，再举高点！同胞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第9战区在万家岭战役当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胜利了！万家岭大捷！啊，同学们好啊！同学们好！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主席。毛主席，我们是康大和陕北工学的学员，您的演讲真是太精彩了，大家都深受鼓舞呢。同学们啊，你们都是刚刚到延安来的吧？刚到延安，一切都觉得新奇啊。今天我讲的话，你们都记住了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有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对，还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你们现在就好像花果山上的一村猴子啊，需要经过这3枚真火，才能练就一对识别真假的火眼金睛啊！您今天还说，只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就必然是我们中国的。对，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主席，您好，我是合众社的记者，能不能请您讲几句话？主席，这位是美国合众社的战地记者王公达，专门做中国战争报道的。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人民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支持和声援。不过，希望美国政府不要把声援只停留在书面上，而是要联合其他一切反对侵略的国家，给日本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有许多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表示悲观，主席对此意见如何啊？我对此持完全乐观的态度。但是八路军目前正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有被驱逐或歼灭的危险吗？我们八路军正在敌后进行广大的游击战，并且在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等区域立稳了脚跟，形成了抗战的堡垒。日本占领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我们并没有失掉广大的乡村，所以不是他们围困了我们，而是我们围困着他们。八路军与当地人民群众会筑成铜墙铁壁，可以随时猛烈地打击敌人，使他们处处碰壁。我看这些抗大的学生中间也有来自东北的青年，请问东北3省的抗日活动也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起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进而统一为东北抗日联军大11个军，3万多人，开辟了东北敌后战场，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高潮。我们应该对这些战斗在北山河水英勇抗日的战士致以最崇高的敬礼。这个我来。哎，风扇，你为什么要参加抗联啊？我丈夫是抗联的，一走就没了音讯。我来就是想找到他。哦，原来我们风扇妹子是来找男人的。讨厌！别闹了，别闹了！不是，指导员有鬼子！隐蔽！坏了，咱们的战士都在休息，现在来了那么多鬼子，恐怕我们的部队会被包围。指导员，怎么办？我们必须掩护部队转移。姐妹们，准备战斗！
宁愿溺水而死，绝不屈辱苟活。冷云和他的姐妹们为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弹尽怒绝后，选择了回归母亲河，生于斯，长于斯，牡丹江流域的乌斯浑河。他们互相搀扶着，拖曳着，一步步走向深水，一步步走向永恒。水一样柔弱的女子，却有着铁石一般坚硬的视死如归的定力。就让身后的关东军开枪开炮吧，生死早已抛却，八姐妹又何惧炮火壮行？一曲悲怆的抗联女战士之歌，一幅血红的抗联八女投江图。已无从查证这一天的准确日子，历史留下的记载是1938年10月，8名女战士隶属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年龄最大，23岁，年龄最小的王惠民年仅13岁。想必大家都已经晓得了，舍军已直插贺胜桥黄冈，找各位前来，就是想讨论一下武汉这个问题，是守是弃，大家充分的发表一下意见吧。委员长，我认为还是应该坚守。虽然我们的人员有所损失，装备也损失不少，但是就万家岭大捷来看，我们还是有胜利的可能的。我反对。我们之前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适时的撤离武汉。于杰兄，你是代表中共方面的，发表一下你的意见。武汉保卫战可以结束了。我命令撤离武汉。我们是该撤了，在当前这种形势下，也还算体面吧。我们经过这么多战役，为长期抗战打下了基础，争取了时间，避免了我们的损失。另外，经过我们的顽强抵抗，日军这次伤亡也有4万之多，这样就大大挫败了日军的战略。最重要的是，我们重创了日军的决心。他们不是想速胜吗？哼！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日本人迟早有一天会被我们赶出中华大地。是啊，而且我们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并没有因为我们战略的撤退而减少。你准备什么时候走？我要等孩子剧团的孩子们，他们去前线了。同时，《新华日报》要在武汉出最后一版，26号在重庆出了。我要等报纸父子。恩来，你是毛泽东之幸啊！有一次委员长问我，说共产党的报纸为什么叫《新华日报》？我说，新华不就是新的中华吗？委员长想了一会儿说：“此中华，非彼中华。”哼，此中华，彼中华。中华可不是某个人的，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这也是我们为报纸取名的最初用意。好，这个解释好，呵呵，请。
跟上，快，跟上，来，跟上。飞机来了，快，都趴下，快，都趴下。同志们，当这个城市在进行着有秩序的撤退的时候，是你们依然坚持在这里，我为你们骄傲。当这个城市已经能够听到侵略者枪声的时候，你们再用另外一种形式坚持战斗。今天我们就要搬到重庆去，我们将在武汉出最后一期，以谢同胞和前线的将士。但新华日报不会离开你们，它将和你们战斗在一起，和你们为战争的付出在一起，和你们的英灵在一起。我们会回来的，到那时候也许没有了战争，新的中华已经建立。我们还会吹响号角，但不是为了在战斗中鼓动前行，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发展。同志们，大家再辛苦一下，把最后的一期报纸印好，我们就拆下所有的印刷设备，准备转移。放心吧，朱副主席，这里就交给我们了，你也赶快转移吧，我们一定会做好的。我们一定会做好的。我们一定会做好的。大家工作吧。再见了！大家不要急，一个一个来，排好队，都能上船。不要急，不要急。哎，这边，这边，哎，对，从那边上。哎，你们从这边上。哎，不要急，别急，别从这边上。哎，别那边上，别急呀，大家这边上，一个一个排好。嬷嬷，你看这人也太多了，这装不下呀！船长，这是离开武汉的最后一艘船了，咱能带多少就带走多少了。船长吧？对，你赶紧想办法把这2门炮还有弹药装上船，运到重庆去。这江兴轮是红十字会雇佣的船，运输武器，这可是违背章程的。嬷嬷，可这些炮都是咱们的宝贝，是兄弟们拿命换来的，总不能留给日本人啊。哎，这位长官，不是我不帮你这个忙，我这艘轮船呐，总共就能装下2000多人，您看现在挤了上万人，人都上不去，更放不下你这2门炮了。船长，请您一定要想办法，我这2门炮运到重庆，还要打鬼子呢。这位长官，如果让您这2门炮都上船的话，确实太难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把您这2门炮拆开，1可以节省地方，2可以方便运输，您说呢？这办法好，我把炮拆了，那它就不是武器，嬷嬷你也就不用为难了。好啊，好，兄弟们，把炮给我拆了，装船。是。大家挤一挤，同胞们。谢谢同胞们，大家挤一挤。
大家提高警惕，敌机很可能会来空袭。昨天剑5轮就出事了，小鬼子太猖狂了，我真想留在武汉，好好跟他们干一场。我们能安全的把高炮和弹药运到重庆去，那就是大功一件。有这高炮在，你小子还怕没仗打吗？队长说的对。敌机来了！大家帮忙！大家帮忙！快把这面旗子举起来！快点！来，快！
悬着红十字旗的江心轮，在日军战机的一番番狂轰滥炸下，最终沉陷长江航道。江心轮上近万人遇难，获救者只有84人。江心轮沉没，成为了长江航运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江难。这个日子，长江不会忘记，武汉不会忘记，中华民族不会忘记。1938年10月25日。我が軍は武漢を、あの大武漢を占領いたしました。そうかな。もぬけの殻の町だと聞くが。見てごらん、武漢は我らのものだ。4ヶ月以上の時間と数万の兵の命と引き換えに、何もない空っぽの町を一つ手に入れたところでどうして満足できるというのだ。司令官殿、家中派遣軍畑春六大将から祝電が参りました。帰化精鋭部隊疾風が落ち葉を払う勢いにて一挙に武漢を占領され、心より祝賀を申し上げます。板垣陸軍大臣から電報は届いたか。届いておりません。陸軍の実力はすでに限界まで発揮しており、今後中国戦略の調整が必要なことを大臣にも分かるはずだ。这马上就要上前线了，有什么想法？说实话，想走又不想走。这次我到延安学到很多东西，我心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可是，一想到马上要回到小华同志的身边，这心里就很兴奋，是不是啊？主席，我还真是这么想的。小华同志啊，是个好苗子啊。在江西的时候，他就独当一面。现在，115师在冀鲁边区开创根据地，在小华同志的领导下，根据地啊一天比一天壮大。现在好了，你们两个可以在前线相聚了。别忘了结婚的时候啊，给我来封信。是。重庆为配合国民政府迁都，正从一个西南重镇急剧蜕变成为一个战时国都。政府却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来迁徙几所学校，是否值得？教育是国家的命脉，是富国之本。一个没有教育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而抗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强大的人才储备，我们拿什么打败日本人？我听说国内对内迁师生实行救济代金制度，这样做是否会引起民怨？我觉得你有时间可以去战场上去看看，你就明白了。一个小小岛国竟然占了我们那么大的一片土地，落后便是挨打，这是1000年的古训呐。好的，另外我还想问一下，现在大量文物已经进川，政府是否还会做放弃四川的打算？
不，我们完全有力量和信心把日本人打回去。至于那些文物，用不了多久就会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今天我们的采访就到这儿吧。哎，宋先生。How are you? Very good, thank you. Are you having a drink? Perfectly good time.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Okay, good. I'm happy to be here. See you. Americans always stay far away from the war. How come now they are so active in the Far East? You are right. This war is like a magnet, and even the US is sucked in.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will change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the Far East. Chiang Kai-shek has overestimated his power. Exactly. I was considering, I persuad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hey should take any peace option from Japan, actually. For China, it is very hard to win this war. Yes. I think the longer they resist the war, the more their society will disintegrate. I don't think so. Korean Liberation Army will stand with Chinese army together, fight against Japanese, kill the Japanese intruders out of China.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I declare Korean Liberation Army is founded at Chongqing Jialong Hotel. We are obliged to some other fighters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part of Korea to further cover 30 million people for this war. Come on, everybody, let's raise the glasses to China for the final victory. 건배. Is he out of his mind? I don't know. How are you, Commander Ken? Thank you for coming. It's commendable, the courage and the commit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sacrificing themselves against the Japanese. From this perspective, Britain and America American embassy in should Chongqing consider jointly giving aid to China. in the future we can see better Well, there's times. a Chinese phrase to say, just watch from the sideline. Why not we just wait and take advantage from both sides? 老蒋辞去行政院长，让位给孔祥熙，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孔祥熙啊，一直以来都是看老蒋的脸色做人的嘛。我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希望他可以敞开谈判大门。唉，现在看来啊，根本就不可能再说服他走和平救国之路了。那你就自己独自走。抗战胜利是没有希望了。说的也是。你不如先让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人接触，去谈判停战的条件。可是，去哪里找可靠的人呢？据我了解，高宗武和西义贤等人私交很好，你可以从这里入手。倒不妨一试。没想到重庆的冬天这么阴冷啊！
比我们南京的天气可是差多了。碧君啊，我还一直想请你出来，跟我一起领导妇女工作呢。那可不成，汪先生身体不好，我光照顾他就够我头痛的。领土？这1年多里面，你丢失了多少领土？北平、上海、武汉、广州，你所谓的捍卫领土，结果到头来还不是南京给大炮摧毁？我昨天问过冯玉祥，我问他，抗战到底的底线到底是什么？他居然告诉我是日本人无条件投降。讲的没有错，这简直是疯话，是灰话。现在我们根本不可能跟日本人对抗。所以，汪先生是愿意接受有条件的投降。江夫人，这不是投降，这只是在不利的形势之下做出有条件的妥协。那么，请问汪先生，准备接受什么样的妥协？弄成今天这个地步，应该有人负责。我认为，为国尊者在这个时候应该引咎辞职，然后另组政府，请求和平谈判的机会。世为所残，冥顽不化。在这个时候，蒋中正还在唱抗战高调。抗战的高调唱来唱去，他无非是想保住自己领袖的位置罢了。可恶的是，拿我们汪先生当陪衬不说，还想让我去妇联工作，给宋美龄抬花花轿子。我主张和谈，派人让他们跟日本人去交涉。哦，梅思平刚从日本回来，他跟日本方面秘密草签了一份和平协议，想请您定夺。汪先生，我与日本军部商定了一项日华协议记录，已经得到了近卫首相的认可。协议的主要内容呢有5项：一是中国承认满洲国；2在内蒙共同防共；3在华北地区实现经济合作；4取消在华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5中日双方互不追究战争赔款。哦，对了，协议在这里，请您过目。那驻军的问题呢？待以上5条协议生效后，日本承诺在2年内撤军。条约的条件相当宽大呀。日本方面的意思是要借此逼迫蒋介石下台，请汪先生出来收拾局面。要办成这件事，必须离开重庆，不然我们的举动很容易被蒋介石察觉。那就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走，先到昆明，然后转到东南亚，再去上海和南京。目前形势下，上海和南京都属于敌占区，我担心汪先生此行会影响到政治声誉啊。我决定离开重庆。
Скажите мне, товарищ Левин, сколько продержалась китайская армия в Ухане? Более 150 дней,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Теперь я понимаю, почему японцы в горах Чханчжук так нервничали. Потому что главным своим нападением на Китай они попали в окружение и теперь боятся огня у себя на заднем дворе. Мы должны этим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Да,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Эта провокация японцам не удалась. Но я могу поспорить с вами, что японцы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устроят еще раз такую проверку. Хотите поспорить? Я спорю. И знаете почему? Почему,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Потому что японцы до сих пор уверены, что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в 1904 году они оказались победителями. И теперь победа всегда будет за ними. Они ошибаются. У японцев большой рот, хороший аппетит, но очень маленький рост. Пищеварит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не работает. Пора напомнить японцам об этом. "中国人民非常感谢贵国的援助，但是如果要保证抗战的胜利，还需要再向贵国贷款。" В этом вопросе не будет никаких проблем. По приказу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Китай будет обеспечен кредитами. Я так думаю, что в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мы будем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проводить всю ситуацию. А если война начинается в Европе,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е может позволить обостр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с Японией. 但是日本的野心还不止于此啊！ А если японцы будут продолжать провокации проти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ы не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ть. The world situation is shocking. Japan seems to suppose there is a deputy in the far West Pacific. We need to re-examine our Far East policy. We should give both practical assistance and aid to China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atrocities. If China is really in a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sit idle. The assistance to China should be increased. It's time to give the Japanese a lesson. If giving China direct aid will heighten the U.S.-Japan conflict, it will probably result in war. So what kind of assistance does the president propose for China? If a neighbor's house were on fire and I had a long water hose, I wouldn't say to the neighbor, "You must pay to use this hose." After the fire's out, I would just take back the hose. So you're saying use indirect channels? I plan to rearrange what's going on in terms of Japan's settlement in this country. We cannot rely on touch to tame the tiger into a kitten. Doja！ 司令员，帮个忙！战斗结束了，请给武器。据初步统计，消灭敌人200多人，俘虏57人，缴获机枪4挺，短枪15支，长枪102支，还有许多弹药物资呢。好，从发起战斗到现在，刚好20分钟。出去打扫战场的时间，真正交火的就8分钟。走了2天2夜，打了8分钟。你们觉得这一仗打得值不值啊？值啊！再有这样的仗打，多跑2趟，2天2夜也值啊！